我是乔可，欢迎来到乔可玩厨房，一起来研究食谱吧。今天要研究的是如何煎出漂亮的荷包蛋，如何用平底锅煎出漂亮的荷包蛋呢？还有今天也顺便开箱了一下我的煎蛋锅。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家是用那个炒锅，圆底的炒锅，那真的很容易就可以煎出一个漂亮的荷包蛋的。因为蛋液都会往中间集中，不会像平底锅一样会往旁边扩散的。我找到了一个方法，可以用平底锅就煎出漂亮的荷包蛋哦。只要花点时间就可以煎出一个适合摆盘的荷包蛋了。之前也好奇的买了煎蛋锅，不晓得好不好用。不过是买了煎蛋锅之后才发现那个平底锅煎蛋的方法呢。顺便来看看这个煎蛋锅怎么样呢？先把鸡蛋打到碗里，这样会比较好操作。可以看到蛋白中有比较稀释和浓稠的部分，稀释比较水的部分会影响到荷包蛋在平底锅中的形状，蛋白会比较往旁边扩散，比较不好控制形状。将稀释的蛋白倒出，就是把碗里最外面的蛋白稍微倒出来一点就可以了。在平底锅涂上一层薄薄的油，涂完之后开最小的火，把鸡蛋从锅子旁边放下，利用锅子的边边稍微塑形。用铲子调整蛋黄的位置，可以往中间一点的地方移动，也稍微整理一下蛋白的形状。用铲子固定蛋黄的位置，直到蛋白熟到让蛋黄不会动为止。也可以用碗里剩下的蛋白修饰一下边缘。可以看到蛋白的部分都煎成白色了。放到锅子看看荷包蛋会不会滑动。如果荷包蛋会滑动，表示蛋白熟了，所以不会粘锅。这时候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熟度来决定什么时候起锅。起锅前可以加点盐巴调味。如果要煎下一颗鸡蛋可以把锅子放到湿毛巾上稍微降温一下，再继续煎下一颗鸡蛋。现在来开箱煎蛋锅。煎蛋锅的大小刚好卡在瓦斯架上，在锅子上涂抹一层薄薄的油，涂完之后开最小的火。由于蛋黄已经在中间的位置，稍微倾斜一下锅子，将蛋白集中在锅子的侧边，这样会比较好定型。可以用铲子稍微整理一下蛋白。因为锅子太靠近火源了，把锅子稍微抬起来一下，让火变小。晃动锅子来检查熟度，如果荷包蛋会滑动的话，表示蛋白熟了。起锅前可以加点盐巴调味。这时候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熟度来决定什么时候起锅。如果要煎下一颗鸡蛋，也是需要先将锅子降温哦。我们的荷包蛋完成了，这个是用平底锅就煎成的荷包蛋了，是不是形状也很漂亮啊？没想到呢，那个煎蛋锅应该是太小了，所以火候反而不好控制呢。然后另外买那个瓦斯架才可以，是有一种是比较适合小锅子的瓦斯架。那我实在不想多花钱，反正都发现了这个平底锅方法，使用小的煎蛋锅煎的形状确实是很漂亮的。不过还要另外买那个瓦斯架控制火才行呢，不然那个整个火候就直接放到锅底，火实在是太大了呢。这个方法推荐给想用平底锅煎蛋的人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里面按个赞请订阅中小可开启小铃铛，提供多最新影片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